今天和大家分享几种比较耐旱的蔬菜，特别适合夏季少雨的地区。正如我所在的城市，就是夏天几乎不下雨，而过后却是秋雨绵绵。第一个就是人人都爱吃的玉米，虽然它是粮食作物，但对于生活在都市里的人来说，现在的玉米倒成了像蔬菜一样的副食。我就会经常用甜玉米来煮汤，味道清甜又可口。玉米耐旱，众所周知，在内陆最干旱的地区种得最多的就是玉米。春季玉米播种在4、5月份，7月份还可以种秋玉米。第二种就是南瓜，南瓜根系发达，叶片多而肥厚，不仅耐旱，对土壤的要求也不高，生长期不用每天去浇水，也能够健康的生长。南瓜最早可以在4月份室内育苗，5月份移植到户外，也可以在6月份直接在室外播种。第三就是韭菜，记得有句农谚，浇不死的韭菜，旱不死的葱，意思是说韭菜非常的耐涝，不怕水多。不过经过多年的实践，发现这句农谚显然有些夸张了。事实上，韭菜应该是比较耐旱的植物，尤其是种在盆中的韭菜，千万不要浇水过多。夏天浇水，我总是一带而过，不干不浇。耐旱的意思并不是不用浇水，而是说韭菜在夏季里如果10几天不浇水都不会死掉，遇水它就会重新萌发。韭菜可以在每年的3月下旬在室外直接播种，头1、2年尽量不要采收，第3年它就会开始丰产。第4种耐旱的蔬菜就是葱类植物，它们包括青葱、火葱、韭葱以及细香葱等。因为葱叶呈管状，表面有蜡质，所以可以减少水分的蒸发，起到保水抗旱的作用。在大多数地区，葱基本上3季都可以种植，春季和秋季种植最好，它们分别是3、4月份还有9、10月份。第5，番茄。番茄是属于比较耐旱的蔬菜，对水分的要求并不高。番茄在比较干旱的环境里，反而会长得更大，果实的口感也会更好。番茄的品种非常多，其中有些品种的耐旱能力会更强，比如说我选中的品种早熟女孩，还有罗马番茄。番茄每年也可以间隔2批种植，第一批可在2月育种，5月移植到户外，第2批也可以在5月育种，6月份再移植到户外。第6种耐旱的蔬菜就是大蒜。大蒜大多是越冬种植，在冬季里，绝大多数的地区都寒冷，并且干旱少雨，所以大蒜也是比较耐旱的蔬菜。大蒜虽然是干旱地区最容易生长的植物之一，但是在冬天也要注意对它的覆盖，让其保暖保湿。种植的时间一般在霜降之前。第7，秋葵。越来越多的人喜欢种植秋葵，它以耐旱喜热、富含营养而著称，是干旱地区最普遍推荐种植的蔬菜之一。秋葵种植的时间是每年的5月份，种子直播室外即可，家里的阳台也可以种植，既可以当作观赏的绿植，又可以食用，一举两得。第8种，豆角类的蔬菜。豆角比较耐旱，尤其是定苗期间，尽量不要多浇水，这样才能促使它们的根系强壮，多开花，多结荚。
豆角每年也可以种植2次，春天5月份直播室外，7月份还可以种植第2次，10月初即可采收。第9类耐旱的蔬菜就是马铃薯、甘薯等根茎类的蔬菜，它们也是干旱地区最为推荐种植的品种，每隔几天浇1次水就可以了。每年的4、5月份就可以种植。在这里，我还想告诉大家一个小常识，就是马铃薯和甘薯不能在一起混合储存，否则土豆容易长芽，甘薯容易坏心，千万切记。最后一个介绍的蔬菜就是我小院里的抗旱冠军马齿苋，从来不特意的浇水和施肥，墙缝里也可以生存，它的宿根还可以多年生长。总之，耐旱的蔬菜并不是说植物可以不用浇水，而是说几天不用浇水也不会影响它的生长。每种蔬菜在不同的阶段需水量也不同，尤其是在开花坐果的时段，及时的补充水分还是非常重要的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